做网红直播的那几年，我钓到了一个有钱人。如果没有温杰，故事的走向应该是我和榜一大哥不得不说的故事之 Happy Ending 的结局。忘了说，温杰是我直播生涯中最讨厌的女主播。在我跟榜一大哥快结婚时，他跑来告诉我个秘密。那场我和他的盛大直播 PK 中，我的榜一并没有缺席，他只是换了个小号去给对面上票了而已。温杰笑嘻嘻地问我，知道为什么吗？见我冷脸不理睬他，他整理了表情，自顾自演完了这场戏。他凑到我耳边嗲声嗲气说，我用私房照拉他过来给我上票的哦，你知道的吗？男人都好这一口。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现在开始。和温杰的那场 PK 流水达到了几百万，虽比不上头部主播，但成绩也不错。这种 PK 都是提前跟大哥们说好上票的，可没想到最后几分钟，对面突然冒出了大哥猛刷华子，我毫无意外的输了。那时我走清纯搞笑路线，温杰罚我在脱脂机上念撒娇8连，结果网上我做惩罚的视频被恶搞，黄谣四起，传播极快。这事之后，我的口碑急剧下降，从清纯玉女变成清纯玉女，脱粉回踩的人不少。我粉的啥玩意儿？滤镜碎了，撤了，承认眼瞎，粉丝们醒醒，直播圈乱得很，别以为正主出淤泥而不染，都是人设。谩骂声不断，而温杰却涨了不少粉，很多人觉得他那种妖艳贱货型比我真实。后来冯凯一帮我摆平这事，找人下架所有不好的视频，安慰我还道歉，说他来晚了，要是他在就好了。这些话我记了很久，每次他惹我生气，想起就会原谅他。真不怪古代英雄救美后以身相许的情节多，这比暧昧还上头。可后来知道真相那一刻，我差点吐了，跟吞了苍蝇似的。温杰的话像颗钉子，狠狠凿进我心里。别不信，别告诉我你连求证的勇气都没有。我明白，在结婚之际，温杰跟我说这些，就是想让我和冯凯一的婚事黄了。可要是他说的是真的，我能捂着耳朵过下半辈子吗？我给阿姨放了半天假，走进那个以前我不感兴趣也很少进去的书房。冯凯一笔记本密码很好猜，是我们在一起的纪念日。我翻遍了 C 盘、D 盘，终于找到那个叫 WJ 的文件夹。双击这个以温杰名字缩写命名的文件夹时，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等我打开看清里面的内容，脖子像被人掐住一样，快喘不过气了，心跳都慢了好几拍。缓过来后，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温杰这套写真拍得真不错，又媚又傲。可不知道冯凯一用我和他的纪念日密码锁着温杰的私密照是啥意思？难道这样很刺激？我看得入神，手机在桌面上亮了好几次，我才拿起来点开微信，里面是冯凯一的消息。怎么给阿姨放假了？晚上你能自己搞定晚饭吗？隔2分钟又一条消息发来，你就在家别动，老公给你带最喜欢的那家椰子鸡回来。看我一直没回复，5分钟后，冯凯一又追发一句，乖宝，等我，大约10点我就能到家。真难想象，对我关怀备至的男人，也会有一个人在夜晚看着别的女人照片入迷的样子。关掉电脑，我回到主卧，总不能真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擦掉眼泪，继续陪他睡吧。我的第一目标是衣柜，可打开一看，满柜子各式各样的睡衣，我突然愣住了。吊带式、缎面的、蕾丝的，全是性感风格。记得好几年前，我的睡衣不是库洛米，就是美乐蒂图案，不知不觉就被调教成了别人的喜好，心中涌起一丝屈辱感。冯凯一说10点左右到，可我9点40就收到他消息，就2个字，人呢？那时我在飞机上没回，下飞机后才发现他发了一连串消息，福小，胆子大了，晾你老公这么久，别让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什么是比我还重要？老婆，想你了。以前听到冯凯一说情话，我能抱着被子回味一整天，现在看到只剩嗤笑。也不知道男人们是不是都爱玩深情把戏，发现自己心境变了后，应付冯凯一就容易多了。今晚和很久没见的姐妹聚餐，回不来了。冯凯一秒回，你老公现在特别想你，又不是非我不可，你敢不敢现在立刻马上回来，看我是不是非你不可？看着冯凯一这带着调情的消息，我突然觉得很倒胃口，连装下去的心情都没了，直接熄灭手机屏幕，放进兜里。我就想躲个清静，可温杰偏不放过我。温杰的消息和冯凯一的只隔了半小时，10点20左右，他拍了张冯凯一的侧脸照给我，地点我很熟悉，是我们常去的会所，人我也熟悉得很，前不久还跟我躺在一张床上呢。从照片角度能看出他们坐得很近。我没回复，温杰却忍不住了，咦，这是谁家男人？今晚不回家呀？10分钟后，你猜我和他有没有过？20分钟后，我发现你还是很能忍的。30分钟后，你还在家等他的话，我早点放他离开罗。真是没完没了。不管我以前多爱冯凯一，找到温杰私密照那一刻起，他就不值得了。你既然这么爱，那给你好了。
发完消息，我把温杰所有能联系到我的方式全拉黑了。我不回家的第一天，骗冯凯一说头天玩太晚，今天要补眠，别来吵我。不回家的第二天，骗他说要和朋友回高中母校看看。到了第三天，啥借口都骗不到他了，干脆不回消息不接电话。当天晚上，他朋友给我打电话，嫂子，是不是冯哥做错啥事惹你生气了呀？您给个明示，咱做兄弟的好让他改呀。你看他这2天天天缠着我们这群哥们陪他喝酒，说实话，我看见他胃里就烧得疼。在冯凯一这几个兄弟里，我和打电话这位关系最好，他性取向和我一样，平时姐妹相称，所以他的话我能听进去几分。我也不想和冯凯一分开的太难看，反正我的国外签证马上办好了，就趁这机会说清楚吧。我刚起个头，只说了温杰的名字，就被打断了。啊，嫂子，原来是因为他呀？你说的是冯哥回来那天晚上对吧？你误会了，当天他俩压根没说上几句话。你要是不信，我把会所监控翻出来给你看。那天我冯哥离开的可早了。冯凯一喝多了酒，先是对他兄弟的行为嗤之以鼻，你犯得着和他解释吗？随后抢过手机对我说，福晓，你真不觉得自己过分吗？是不是我这2年太宠你了，你找不着北了？这样一声不吭闹，离家出走，有意思吗？我最烦的就是你长了一张嘴当摆设，你知道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酒后吐真言，我一直都信。我承认自己性子拧，没想到被冯凯一说的这么不堪，的确没意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样没意思的感情，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了。冯总，您觉得呢？手机里传来酒杯摔碎在地的声音，回想起来，我和冯凯一开始的场合和角色都不对。他是刷钱的大哥，我是需要大哥上票的主播。我和他认识的挺早，我还是新人的时候就认识了。那时我刚进主播圈，每天能看到一辆跑车都谢天谢地。突然来了个大款，刷个嘉年华不说话，留句主播加油就走，说心里没触动那是假的。下播后，我找冯凯一的账号私聊表示感谢，还留了微信，毕竟人家刷钱了，台面得给到位，加不加是他的事。他加上后，我赶紧再次感谢，十分感谢大哥的礼物。大哥真不是手抖吗？不过就算手抖也退不了哈。没有，就是给你刷的。前期不熟时，冯凯一偶尔来直播间冒个泡，甩个华子就走。有次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家里钱太多了？他笑了，你长得像我初恋，给美女上点票咋了？后来我和他聊天多了，熟悉了，也跟他讲直播间的情况，比如怎么维护大哥，他不吝啬，教了我很多。再后来，我把时间分一些给其他大哥，直播间条件好了，冯凯一却突然反应过来，他娘的，我为啥教你讨别的男人欢心？你看你榜10的票还不如我的零头，你搞定我一个不就行了？要不我当你的爱情吧，给你猛上票。我那时还清醒，敷衍着婉拒，拜托大哥，我何德何能？你别开玩笑了。他微信上追得不紧，但在直播间花的钱越来越多。渐渐的我动心了，默认了两人间的不清白。和温杰打完 PK 后，他帮我处理网上那些破事，我彻底沦陷。可哪段恋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美好的呢？但又有几段恋情结束的时候是体面的，尤其是我和他这种掺杂了金钱的关系。我提分手后，冯凯一再没找过我，他觉得自己没错，都是我无理取闹，底气十足。直到原定婚期临近，他才给我打电话。冯凯一语气很冷，旧金山待着开心吗？你妈催着我办婚礼，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看着窗外的雪，赶紧从火锅里涮了一块毛肚。麻烦你别理他，如果你是和他结婚的话，当我没说。他一时语塞，你以为我想理？你要不要看看你妈妈低三下四的样子？我心情有点好，向他要。你录了吗？我看看。冯凯一一腔气没处撒。福晓，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每次都是我低头，我也要面子的，给你台阶你都不下，你傲什么？别逼我太过，我身边不缺女人。我点点头，哦了一声，这聊不下去了，我只能先挂断电话。一顿火锅还没吃完，我妈来电了。我有一瞬间犹豫，接还是不接呢？她大概率是来劝我抓住冯凯一这个金龟婿。接起来后，果然不出所料。你脑子想啥呢？你都多大了，脑子里就只有那些情情爱爱吗？先别说小冯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就算他真出轨了又怎样？你知不知道外面大把女人等着上位，就你还在这儿做？我看小冯也是好脾气，忍你这么久。听完这番话，我冷笑，怎么还会对这个妈有期待呢？要不是我去鉴定过，真难相信你是我亲妈。我亲妈这时声音比我还大，你以为我想有你这个蠢女儿，跟你那个没本事的爸一样？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脸提我爸，是仗着我爸腿脚不方便，发现不了他出轨吗？可我是健康的呀，他肯定没发现他和前任在楼道偷情的时候，我就在他楼下那一层吧。你没资格提我爸，还有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我走了，正好给温杰腾位置不是吗？他听完震惊的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想他肯定很意外我知道温洁是他女儿这件事吧。温洁觉得我还不死心，决定复刻当年那一幕。我早就退圈不直播了，他还活跃在大众视线里。拂晓，别再吊着冯凯义了，我知道男人都很贱，难道你也要跟着贱吗？如果今晚我直播，冯凯义还开着他小号来给我刷钱，你就别缠着他了吧。很多内情我不想说，不然怕你受不住。这次的 PK 温洁不是和我打，而是和另一个最近挺有名气的美女主播打。冯凯义出现时，温洁怕我没注意到，特意用和其他大哥不一样的谢礼方式迎接他。感谢我歪哥送来的嘉年华，因为他不常在线，但每次都守护在直播间，真的非常感动。冯凯义从来都不缺钱，华子宇给足了温洁牌面。相反，另一个主播就很惨了，血条被压得只剩一点，整个直播间气势非常低迷。莫名的，我不想让这个主播输，或许是看他和当年的我一样，也或许只是看不惯温洁那趾高气扬的得意劲儿。我没开小号，而是顶着以前的直播号上去。美女主播妹妹看着不知从哪儿来的大哥一进直播间就猛刷，整个人都开朗了，就叉跳起来拍手欢迎我。姐姐，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感谢拂晓姐姐送来的华子宇，姐姐破费了。原来给人花钱这么爽，我都准备和冯凯一抗到底了，可那边却突然停了。温洁这几年没把重心放在直播事业上，冯凯一停，直播间就只有些散票，你停你的，我花我的。后面温洁输得很惨，我对 PK 输了温洁怎么受惩罚不感兴趣，赢了 PK 后就立马退了直播间。冯凯一的消息也随之而来，你都知道了。我没正面回复，反问他，今天有收到新版本的照片吗？不管我和冯凯一怎么样，他对外仍没取消婚礼。也许是这样，温洁坐不住了，他和我约了个赌到底我和他谁在冯凯一心中更重要。他开场白是这样的，拂晓，你是不是以为我是插足你和冯凯一感情的小三啊？可如果我算小三，你最多算小四，因为我认识他比你早得多得多。最后他道明来意，打个赌吧，我们平台有个陈哥你知道吧，搞运营的，今天约了他吃饭，等会儿我们差不多时间给冯凯一发消息，你向他求和，我向他求救，他的时间只够去一边，看看在他心中是老情人重要，还是你这个新人后来居上，救救我和复合吧。冯凯一选择了前者，等他安顿好温洁后，给我发了条消息，小小你在哪里？我来找你，之前公司有很重要的事耽搁了，你千万要等等我。很重要的事，我看是很重要的人吧。冯凯一，看清自己的心了没？不要再联系我了，你对不起我的太多了。我又在温洁面前自取其辱了一回，第一次是在很小的时候，我都记不清温洁的模样了，只记得在商场遇见她，我让妈妈给我买心爱的玩偶，她没买，却给商场里另一个小朋友玩，我去抢，她猛打我的手，你凭什么和她抢？那时我才知道，妈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妈妈，在她心里，她和爸爸生下的我，远比不上她和前任生下的温洁。可我都忍让这么多次了，玩偶是她的，妈妈是她的，男人也要是她的吗？一味忍让换来的永远是得寸进尺。天大地大，我能去的地方很多，让冯凯一、温洁和我那个妈找不到我也容易。可温洁知道，爸爸忌日那天，我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都会回去看他。看吧，我就知道他会来的。大海捞针，哪比得上守株待兔？我在昏过去前，听到他和身边男人得意地说。我醒来后，本以为会在郊外某个废旧仓库，可并没有，身上被迫穿着温洁准备的晚礼服。外面脚步声传来，接着是温洁越来越清晰的电话声。冯凯一，我帮你做选择。很抱歉啊，我把拂晓带到兔子派对上了，你放心，我会帮他挑个很好的对象。冯凯一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你非和他过不去干嘛？他不该是我们的牺牲品，我们的爱恨情仇关他啥事？你别把他扯进来。温洁那易暴易怒的性子一下子被点燃。这时他刚好推开门走进来，旁边是梳妆台，上面的镜子和化妆品被他一扫在地，不少碎片溅到我身上。他怒极反笑，冯凯一，我不是18岁了，我现在看男人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你说你不爱拂晓，我不信，除非你证明给我看。你知道吗？我这个外国朋友一直对拂晓很感兴趣，他就喜欢这种具有东方美的女人，拂晓也喜欢往国外跑。你说今晚做他俩的新婚夜如何？温洁没想到冯凯一来得这么快，可我知道我在罢幕前给冯凯一拨了个电话，我在赌他在我手机里装了定位。冷战那段时间，我就觉得他总能精准知道我在哪。冯凯一动手特别狠，旁边那男的被打得血肉模糊，看得我心颤。不知过了多久，冯凯一捂住我的眼，轻声说，对不起呀，害了你。我这才呜咽出声，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是因为我和你闹脾气了对吗？我从旁边碎镜子里看到自己狼狈带血的模样，极具破碎感。我想冯凯一你会站到我这边的对吗？
其实我真打算去个没温洁、没冯凯义的地方，余生美好，为啥非要和渣男贱女纠缠？可被绑架那天，温洁的爸爸温勇裹着一身黑，戴着鸭舌帽出来，他的身影和10年前雨夜撞得我爸半残废的司机重合了。凭什么？凭什么受尽欺负的是我们？温洁，你想要冯凯义？对不起，我不给了。冯凯义带我出来后，直接让司机开往市医院，我也撑不住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是第二天上午，小小，你终于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睁开眼，冯凯义的大脸几乎挡完我所有视线。我想坐起来半靠着，冯凯义立马调好位置，一会儿问我渴不渴，一会儿又问我躺下会不会好点。人心里发慌，就喜欢让自己忙起来。我叫停冯凯义，别忙活了，和我说说话吧。你还记得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说我长得像你初恋，我这个替身很合格吧？你送温洁的礼物是对我的捉弄，对吗？如今应该够了吧？我命都快搭进去了。冯凯义慌了，嘴里一直重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又让冯凯义把我手机拿过来，起初他不肯，看到我要拔针自己动手后，才不得不递给我。我拨打温洁的电话，转头对冯凯义说，如果求你没有用，那求温洁呢？温洁，我退出，你放过我呗。冯凯义看不下去，扑过来挂断电话，我也不管他，自说自话起来。你那时和他吵架了对吧？无意间刷到和他长得像的我，于是想气一气他，无聊之余就来逗我玩。后来目的达到，家人吃醋，你就晾了我很长时间。可美女有脾气，等你们再次冷战，你又找上我，接着就是我和他的 PK 之战。他勾勾手撒撒娇，你就立马切小号去给他上票。什么福福小小全抛之脑后，那是天大地大，温洁最大对吧？我第一次看到冯凯义掉眼泪，他紧紧抱着我，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不是的，小小，你听我说，我对你很早以前就是真心的了。冯凯义剖心剖肺的时候，只有我发现了门外一闪而过的身影。我追问他，很早以前是多久？起初和你在一起的确目的不明，可后来习惯了和你聊天，突然觉得和你在一起也不错。再后来网上全是对你的恶评，我才发现对你的在意不止一星半点。我搬回了别墅，冯凯义把我看得很紧，他说怕在出之前那样的事，他不是神仙，不能每次都保我平安。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在客厅画画，他就在客厅办公。陪伴他多年的阿姨告诉我，凯哥这套房子没带过什么人回来，他呀是真的爱你，可要是没有他的爱，我会有我最亲爱的爸爸的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冯凯义一时兴起找上我，才让我爸遭受了无妄之灾。我爸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双腿残废后，什么都要靠别人照顾。我眼见他一头黑发迅速变白，人没了精气神，经常望着阳台发呆。他肯定不止一次想过从栏杆上翻下去。跟在冯凯义身边，我还是学到了不少，比如在别人手机里装窃听器。冯凯义的手机晚上8点响过一次，他没接。谁给你打的电话？干嘛不接？冯凯义不露声色地骗我，公司的事儿，吃完饭再说。我很贴心的给他留了时间，吃完就快去忙吧，毕竟我也很好奇温洁想干什么。冯凯义去书房接了温洁的电话，开头是温洁自嘲，干净的女人就是好啊，她凭什么那么幸运可以成为你的新娘？冯凯义语气带着无奈，温洁该翻篇了。下一秒，温洁带着哽咽的声音传来，你让我怎么翻篇？我就想知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你还会不会毫无芥蒂地接受他？可我输了，输得彻底，你根本就没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你告诉我，冯凯义，我怎么甘心？冯凯义没了耐心，需要我提醒，你的不幸不是我造成的吗？温洁执着地想要知道那个答案。如果我没有被那群混混侮辱，你会选择我吗？冯凯义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下辈子好吗？温洁，这辈子我，或者说我们欠福小的太多了。冯凯义像是为了证明他爱我，在所有社交平台公开了我，还正式发出婚礼邀约。可他前脚刚官宣完有且只有我一个，后脚就和温洁玩起了 cosplay， 扮起的新郎和新娘。就在我和他婚礼的前一天，温洁的朋友圈很有看头，各种角度的2人婚纱照，肯定是仅我可见，不然明天我的婚礼上被其他人爆出主角不是我的另一组婚纱照可就糟了。他仅我可见，一是为了炫耀，二是断定我不会把这些照片曝光。他给9宫格配文，那又咋了？连婚礼也快你一步。我眼尖的发现温洁的个签也改了，是不是只要我回头，你就一直在？这让我想起冯凯义的个签，他的朋友圈个签从我认识他就只有一个字，是。现在答案明了，这是他们以前恩爱的证明。第二天婚礼现场，冯凯义打好几通电话没打通，开始慌了，给我微信轰炸，小小，你去哪儿呢？今天是婚礼，你别闹了，今天日子真的不一样。在大屏幕滚动播放冯凯义和温洁的婚纱照之前，我回复了冯凯义 cosplay 有啥意思？不如送你们一场真的。
你和我姐姐的婚礼，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冯凯义顾不上婚礼上乱成一锅粥，转头和我解释，小小，这里面事情很复杂，温杰有重度抑郁，昨天只是圆他一个梦，不然他会死的。天知道，我就是要让他死。还有你冯凯义，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温杰本来今天就打算抢婚，大屏幕播放他和冯凯义结婚照的时候，他提着婚纱裙摆朝冯凯义飞奔而去，深情款款。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你说对吧？而冯凯义面对温杰，像是耐心耗尽，十分厌烦。你能不能滚？温杰，别缠着我了。温杰重度抑郁，在冯凯义被抓进局子的路上，他跳桥了。冯凯义说他和温杰之间的事情很复杂，能有多复杂？不就是温杰16岁时，冯凯义就和他在一起那点事儿，还被温杰拍下来当证据。后来这证据辗转到我手里。冯凯义之前有句话说对了，他和温杰的爱恨情仇关我啥事？又关我爸啥事？凭什么他俩吵架，冯凯义要拿我当乐子？又凭什么他们争风吃醋要让我爸失去双腿？你们欠我的，自然是要还的。